63岁大爷患肝癌，3个月后肿瘤被饿死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哥，你说爸爸的病，用医生说的饥饿治疗法真的有用吗？我也不知道，这是医生针对病情给出的治疗方案，先试试吧。好吧，我只是有点担心，这个方法会不会有点冒险了？弟弟，咱们现在只能相信医生了，也要对爸爸有信心呀。可是爸爸得的是肝癌，把癌细胞饿死，听起来就很匪夷所思。咱们要相信医生的专业，既然他们说可以，肯定有医学依据的。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快去陪爸说说话吧，不然他该乱想了。以上对话是小李去医院看望朋友，乘坐电梯时无意中听到一对兄弟谈论的。望着兄弟俩匆匆离去的背影，小李忍不住想知道，肝癌肿瘤真的能被饿死吗？其治疗原理是什么？生活中如何才能更好的预防癌症？是什么夺走了大爷的健康？肝癌发生在肝脏部位，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该癌症早期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一经发现并及时治疗，可治愈的可能性较高。肝癌发展至中晚期会出现肝区疼痛、发热、乏力等症状。该阶段病情已经发展的较为复杂，治疗难度逐渐升高，疗效大多不太理想。由于该疾病前期症状不甚明显，这也导致往往确诊时已经到了中晚期。肝癌一般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这两大类，前者绝大多数是肝细胞癌，是肝脏长期患有疾病的最终发展结果。后者的肝脏本身没有健康隐患，是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被血液或淋巴系统转移过来，慢慢将其浸润。事实上，继发性肝癌的并发率比原发性肝癌远远要高得多。继发性肝癌病灶数目较多，在肝脏内可以有多个大小基本相同的病灶，如肠癌、乳腺癌等癌细胞很有可能会转移到肝脏，在肝脏处形成多个恶性肿瘤。肝癌并发时间越长，治疗难度越高，受肿瘤分期、复发率、身体素质以及治疗方案的影响，每个患者的预后情况差异较大。如早期患者接受手术，5年内的生存率约55%左右，晚期患者却只有1年左右。肝癌多发于中年男子，每5位患者中就有4位是男性，它的并发率在男性中位于第3位，死亡率居第2位。恶性肿瘤相关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肝癌在我国的并发率排在第4位，死亡病例高居第2位。肿瘤能被饿死。曾经就有新闻报道过这样一个病例，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63岁的王大爷是大院里出了名的身体好，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大爷肉眼可见的日渐消瘦。儿女问他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以为只是老年人的通病，就没去医院做检查。直到有一天，王大爷突然出现了肝部疼痛、全身乏力的症状，吓得儿女们连夜将他送去了医院。一番全面检查下来，医生发现王大爷肝部居然有一个明显肿块。经过进一步检查，王大爷最终被确诊为肝癌。王大爷肝脏部位的肿瘤直径为4公分，暂时没有转移的迹象。一家人还没完全从打击中缓过来，又被告知王大爷血小板数值低于正常值，如果进行传统的手术切除，极易引发自发性出血，从而出现生命危险。一时间，医生或王大爷的家属都陷入了迷茫。经过专家们的严肃讨论，他们决定采取特殊的介入治疗方案，即把癌细胞饿死。该方法几乎是无创的，直接避免了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大出血现象，安全性更高。将肝癌细胞饿死，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不吃不喝。饿死癌细胞指的是通过肝动脉注射药物或封堵物质，把肿瘤区的血管精准堵住，癌细胞得不到血液供应，就会慢慢变小，最后完全消亡。该介入治疗方案整整耗费了1.5小时。治疗结束后，王大爷没有感觉到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饮食。仅只是5天后，王大爷就接到了医院的出院通知，要求王大爷1个月后再来复诊。提心吊胆的1个月过去后，王大爷随着儿女再次来到了医院。令人惊喜的是，王大爷身体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值，肝癌不但没有复发的迹象，之前的肿块也变小了许多。此次的介入治疗无疑是成功的。为了更好的监测病情，医生要求王大爷每个月复诊1次。
2个月后，医生们发现王大爷肝脏上的癌细胞已经看不到了，也就是说，只用了短短3个月的时间，癌细胞就真的被活活饿死了。更令人欣喜的是，儿女们发现注入的药物似乎也并没有在王大爷身上造成什么不利影响。在这段时间里，王大爷的气色相较患病时已然不同，现在的气色尤为红润，不知道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得过肝癌。此次治疗的成功也给不少肝癌家庭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癌症都适用该介入疗法。癌症发病通常较为隐匿，稍不注意就会发展到了晚期，失去了彻底根治的机会。目前已知适用该介入疗法的疾病也不少，如我们熟知的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良恶性肿瘤病情符合的话，也可以进行介入治疗。女性中多发的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也是可以选择介入疗法进行治疗的。3. 防癌小知识请收好。综上可知，癌症难题正在被医学家们逐个击破。然而疾病的痛苦始终让人惶惶不安，生怕哪天稍有不慎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俗话说，健康的身体就是最大的财富。想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应该怎么做呢？这些防癌小知识请收好。1. 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每天睡够8个小时。如果说睡眠时间的长短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那么睡眠质量的高低更与身体的健康状况脱离不开。良好的睡眠质量，充足的睡眠时间，能够让疲惫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夜晚是人体的最佳排毒时间，熬夜晚睡会打破身体的生物钟，让身体排毒的时间变短。长时间如此，就会让人体一直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难以恢复到精力充沛。2. 饮食健康，营养均衡。饮食习惯与身体的健康密切相关，饮食上应做到荤素协调搭配，不过分大鱼大肉，也不只是清粥小菜，尽量不要暴饮暴食，尽可能避开重盐重油。建议以清淡为主，不偏食，多进食粗粮等。人体每天都在吸收各种各样的物质，如果不及时将体内的垃圾毒素排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病灶。多喝温水不仅补充了人体所需的必要水分，还可以帮助人体排出体内大部分的有害物质。3. 适当运动，提高抵抗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不被疾病缠上，首先得拥有一具抵抗力不弱的身体。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加抗体，防止病毒细菌趁虚而入。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群体，更应该多运动，如小孩、老人。推荐多进行有氧运动，有氧运动适合大部分人，既不会让身体负担过重，也不会毫无作用。户外慢跑、饭后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游泳、爬山等运动量比较大的运动。4. 心态良好，保持情绪稳定。众所周知，乳腺癌都是气出来的。良好的心态的人大都比较长寿，心态又跟情绪有着难以阻隔的挂钩。心态平和，情绪就可控。波浪式的心情起伏对身体并不友好，只会增加身体负担。不要大喜大悲，保持情绪稳定，有助于身心健康，对人际交往亦大有益处。在工作跟生活中，情绪稳定的人会让他人觉得更可靠。切记不要大喜大悲，否则血压可能忽高忽低，容易引发身体不适。5. 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手段，通过定期体检，可以及时了解自己以及家人的身体情况，这样就能在疾病并发前进行诊治，提前将疾病的种子扼杀在摇篮里，也不会错过黄金治疗时间。6. 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疾病不可捉摸，但是未雨绸缪总没错。疾病爆发前，身体无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细微苗头，一个恰实的体检可以提前预防疾病的发生，不至于在病情突然来临时让人措手不及。总结，肝癌属于恶性肿瘤的一种，其并发率和死亡率日益增加。肝癌患病时间越长，治愈的概率就越小。介入治疗是治疗肝癌的一项有效手段，无需创口往肝动脉注射特殊药物或物质，即可达到治疗的目的。例如王大爷介入治疗3个月后，就把体内的肝癌肿瘤活活饿死了。癌症预防工作不可少，日常中的规律作息、饮食健康、适当运动、心态良好、定期体检等，
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癌症的发生。